伸出你的左手，看看手心之中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印记。如果有，也许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你的手里。少年侠岚们朝着梦想的方向飞行，皲裂的天空透出黑暗的气息。面对即将到来的神坠试炼，面对无从选择的未知与恐惧，少年侠岚们即将磨砺双手，拭去泪水，让信念冲破苍穹，拨云见日。这是什么招式啊？这就是游不动为参加神坠试炼专门修炼的侠岚术——地坤崩云炮。地坤崩云炮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嘛。没错，这一招的威力非同小可。不过，以你目前的实力、体能来看，要想自如地驾驭崩云炮，还太早了点儿。崩云炮轰出的一刹那，会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反冲力，你的身体还承受不了。如果强行练习和使用这招，就会使你的身体承受极大的负荷。游不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只要能在神锥试炼中取胜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千钧，决一胜负吧！你这一招的威力看来不小，不过游不动，你可要小心了。我会使出全力打倒你的。哼，这也正是我要跟你说的话。很好，来吧。
千钧和游不动的体能都已经接近极限了。终于到分出胜负的时候了。千钧，游不动，加油啊！地坤崩云炮，水砍，严冰斩。好样的，游不动！站起来，站起来就赢了！游不动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怎么，千钧要输了吗？我赢了。我赢了。啊！啊！
终于说了吗？来，干得好，千钧！千钧，祝贺你！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你也别拖赤天殿的后腿啊！哼，我才不会像你那样，打得那么狼狈。等等，千钧赢了第一回合。陈玉要是再赢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出不了场了？我要出场的话，陈玉就得输。可我又不想让陈玉输掉比赛。哎呦，该怎么办呢？让龙老师，我游不动，抬起头来，看看四周吧。游不动，好样的，虽败犹荣。哎呦，好疼啊！老爸，游不动已经输了第一场，我要想确保能出场的话，就必须想办法保证碧天获胜才行。现在是休息时间，1个时辰后进行下一场比赛。阳天殿毒龙对阵鸾天殿九方。大家好，现在9公岭的神坠试炼正紧张地进行着，相信大家都被这紧张刺激的比赛吸引住了吧？嘿嘿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往后的比赛一定会更加精彩激烈，因为像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还没有出场呢。哈哈，对不起，太兴奋了。切入正题，神坠试炼的第1场比赛，虽然我们赤天殿赢了。不过，千钧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，因为千钧很难从比赛场地中提取到水属性的元气，而没有元气，霞岚就无法发出霞岚术，战斗就会变得异常艰难。由此可见，元气对于霞岚是多么的重要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元气呢？其实说白了，元气就是霞岚气，霞岚气就是元气。有人叫它元气，有人叫它霞岚气。元气、霞岚气、霞岚气、元气都是一个意思。说的我自己都有点乱了。不过我记得当时叶痕熙老师是这么跟我解释的。战池，你听好了，世间万物都是由5行，也就是土、金、木、火、水组成。元气就是5行的精华，乃先天之气。而普通人所谓的戾气的气，则是后天之气。元气就是5行的精华，我记住了。
元气是霞兰一切力量的来源。元气驾驭术最基本的技巧就是纳气、聚气和泵气。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好，就别提更多更深的技巧了。记住，一切修炼都离不开元气。霞兰可以从与自身属性相同的物质中提取元气，比如千钧能从水中提取水属性的元气，而我呢，可以从空气中提取火属性的元气。同属性的物质越多，霞兰提取元气自然就会更快更多，攻击力也就更强。那么元气是如何被我们所用的呢？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到元气驾驭术了。元气驾驭术就是控制元气的3个步骤：纳气、聚气和泵气。简单的来说，元气驾驭术就是把元气吸进体内，聚集起来，最后迸发出去，这样就能发出霞兰术了。元气也有5种属性，分别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想当初我在悟自己的元气属性时，可是没少下功夫呢。世间万物都是由5行组成，你在5行之中是什么属性，就吸取什么属性的元气。可是，要怎么样才能确定我的5行属性呢？看到自己。看到自己？那还不简单？看到自己。不是让你照镜子，而是说在自己的意识中看到自己。在自己的意识里看到自己，这可能吗？当然，你如果想在意识中看到自己，就把自己的心归于平静，提升自己的感官功能，然后努力去感觉自身变化。把心归于平静。当身体的轮廓逐渐在自己的意识中清晰显现后，轮廓内会出现某一种颜色，这个颜色就代表了你的5行属性。而这时，意识中身体的周围就会出现相同颜色的元气，不断朝你的身体汇聚。纳气就是指这个过程。原来纳气是这样啊！我一直以为是用鼻子、嘴巴大口大口的吸呢。你说你在意识中看不到自己轮廓内的颜色，所以无法确认自己的5行属性是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小子，我告诉你一个窍门，要想找到自己的5行属性，最好先找到和自己最接近的事物的5行属性。听不明白？我现在终于反应过来，你身上的味道和小辣椒完全一样，全是辣椒味儿。好了，切回正题，你刚才说你第一个念头是3升饺子，那么你的5行属性很有可能和3升饺子差不多。展翅，你就使劲想3升饺子，想那种味道，想那种口感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应该就会看到轮廓内的颜色了。真的吗？相信我，我就是这么干的。后来，在游不动的帮忙和游刃大叔的点拨下，当然，最主要的是我灵光一闪，终于悟出了自己的元气。不过，当时的情况真的是非常惊险，因为那时候我遭到了傀儡的袭击。饺子，辣吗？辣。红色的，我的颜色原来是红色的。辣妈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到我家来撒野，找错了地方。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我的火属性元气很厉害吧？不过说到悟元气属性，我后来才知道，自己当时还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呢。当初我悟元气属性悟得那么辛苦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我们的霞兰碟上就刻着各自的元气属性，只是当初没人告诉我，而我也以为霞兰碟后面的火字代表的是赤天殿呢。不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霞兰的一切修行都讲究一个悟，悟也是一种缘分嘛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次的霞兰特别篇就到这里，接下来的神坠试炼会更加激烈精彩。